好，我我们现在直播开始啊！直播开始，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境对话嘉玲》，欢迎嘉玲女士。你好。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我是重庆人，就嗯，是重庆的一个化工企业，大型化工企业的一个普通的职工。从上班到退休都在同一个企业。嗯，就基本上就这个样子。那您现在等于是退休了。是的。退休后有好几年了。哦，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维权和上访。那我们知道，你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啊，任何的公民都会遇到自己的这个权利受到侵犯啊，需要去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的情况，对吧？任何国家都会发生。那嗯。么，但是在中国呢，据您了解啊，比如说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想要维权，有几种办法呢？我们当时的话，我记得我的第一次就参与到那个维权行动是在20年前，刚刚就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大部分人对那个信访不是太了解。就是说很多我们都是通过比较原始的，就是那种劳资的对抗。就是一嗯种很原始的对抗。像重庆这个城市的话，民风比较彪悍，就是市民的话比较有一定的热血吧。然嗯后的话，我们的企业的第一次就是重大的劳资冲突是在2003年。那一次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那个三峡移民搬迁企业。嗯然后的话就说，但是在搬迁之后，本来是一个重庆市的，在80年代的时候，重庆市的纳税大户前5名的一个纳税大户。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但是在嗯搬迁之后，他就遇到系列的那个问题，就是各种的，就是资金的消耗，然后最后各种贪腐也抓了不少人，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就是走向那个接近于破产的状态吧。好，到03年的时候就被那个一个央企，一个著名的央企嗯给接管或者说收购吧，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上市公司。他在收购的时候，收购之后，他就说一系列操作，就是对于员工的那种，就是要大家买断，然后估计就买断之后的话，基本上你就没工作了。在那个年代，如果没工作的话，基本上你去私企的话，你的养老保险、医保都是没有的。而且我们那个企业离主城区比较远，你如果让职工没了工作，基本上就没了，大半人就没有生存的那种嗯能力的那种挑战。所以说，03年那次就是我们企业爆发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就是大部分职工把就是央企派过来的人给他们困在办公大楼里边，就是不让他们出去，也不让他们和外界接触，然后要求他们给个嗯，说法。那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当时的这个行动您参加了吗？那一次我没有。那一次但是参加的人您是认识的，都是您的同事是吧？都是我的同事，他们有人给我打电话，然后啊，等到我赶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们跟我描述的很细致。那我想问他们当时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因为就就你们这个企业啊，对吧？等于被那个大的央企给算是收购了啊，收购，是的。兼并了。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要重组这个人员啊，那对你们就进行一个类似裁员吧，对吧？但是是的。呢，大家都不愿意，对不对？他们也没有给别的选择。那当时你们把这个央企来的人围住了，是的。那这些诉求是什么呢？希望得到什么我们结果？就是希望他不要，就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企业上班，就不要买断，就是让我们继续可以上班，就是我们维持原状，我们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就是您该怎么发工资怎么发工资，我们也没要求加薪，也没要求其他福利待遇，就希望保持原状而已。因为当时我们的嗯企业是盈利的，是所谓嗯的亏损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上面的人的一些
暗箱操作，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生产量在那儿摆着，就是我们的嗯销量一直都是我们的产品一直卖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OK 亏损，你懂的。OK，那结果呢？这一次维权我们用可以说是基本上是胜利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基本上他就放弃了，就是强迫买断，就说你愿意离开的，你觉得这儿不行了，效益不好了，我愿意买断的可以，但是不强迫，在我们行动之前他是强迫的，是哦，对，强迫的，你们是还取得了一个胜利啊，就是说我不再对。强制的裁员了。就说那个所有的，我看我们重庆这边的，因为重庆的国企很多，在整个改制的过程中很惨烈的，就是我观察了一下，凡是那种群体参与行动的，基本上都是大获全胜。都其哦，实，哎，政府还是就是他是考虑到一个社会影响和一个群体事件，就说其实信访是一条就是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走的路，就说老百姓但凡大家能够一起行动，一起去做这件事儿，就是在20年前哈，我说的是，那是基本嗯，上只要你不是那种无理取闹，就说你的诉求是合法的。你确实被侵权了，那么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能够维护成功的，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的。就是等于在20年前，您说2005年左右那个时候啊，想要对，中国人想要维权，就只能抱团儿，一起去那搞一个个，群体事件，政府才能重就视。基本上是，到0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那个总公司嘛，就是北京总公司，他们也学乖了，就开始嗯分化，把那些中层管理人员和中干和厂干就把他们给笼络起来。因为第一次的群体事件是在中干和厂干的领头之下，就职工对领导还是有一个信任度，好，所以说就能够群体行动。但是到了05年的时候，再一次要求我们买断，就是他那次的买断，他就迂回，就是说签劳动合同重新签，就把你以前的，我们本来很多人都是无固定期限长期合同，是一嗯，个你不能轻易开除的职工，除非你犯法了。但是他那种新合同一签的话，我看那个内容，随时可以让你走人，就是那可以不他改变签吗？我可以不签这个新合同吗？就这不行，不签，但是他也明面儿上没有说，那个就是班主每个人拿下来，每天就是不签的人，就班长每天把你叫去问话，或者车间把你叫去谈，谈的过程中就有威胁。好，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时候，我这个事情我是一个主动参与者和一个主导者，我嗯就把那个东西就去找一些懂法律的朋友看了。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是霸王条款，对你们非嗯常不利。你签了之后，他随时可以叫你走人，你去打官司嗯都没用。然后我嗯就在就职工中间跟他们讲这个事儿，我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说不能签，我说他要你签，他们就说不签的话没有合同是不是就不能上班了？我不是，你原来的合同继续有效。结果这个过程中我就被威胁了，然后我被2个黑社会跑到我的家门口，就用那个铁锤凿我的门儿，就在门上那种很多白色的，现在都有那个老房子，白色的嗯，凿的那个坑坑凹凹的那种，还报警。好，然后的话，但是之后我就没办法，我就说那个，我们就把那些不愿意签的人就一起，我们就去信访，这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第一次信访，那是走上信哪一年？访之路。2005年，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啊，因为我的这个嗯频道现在有好多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的观众啊，他嗯们都听不懂中文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话结束之后，我会再赶紧的加上一个这个机器翻译的英文字幕给他们看。我觉得他们就不太理解，觉得那如果发生这种劳资纠纷啊、劳务合同上的这些问题，那最简单嗯，的就是上法院呗，对不对？就是我去告他嘛。但是他们哦，不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种官司是告不赢的，普通的老百嗯。姓根本就无法操作，就是如果打官司这条路，对不对？这个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因为我们找了法律人士嘛，我们嗯想到的就是找人代理，没有人嗯代理，
没有人代理，哦，因等于就为他们，是连代理的人都没有，因为你们要告的嗯，是这个央企，是吧？嗯，对，就说我们找的稍微有一点就是专业常识的合格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收，只有那种就是我们称为很轻蔑的称为法律串串，就是他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情牟利，因为嗯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一旦接了，然后也就是我们的资方，就是我们的老板知道了会去找他。找了他之后，给他一笔钱，然后他就退出。他就说他都不会给你递，就是走那个上庭过堂，他都不会参加。因为之前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跟那个律师讲，我们说你必须要出庭，就说你不能中途撤，你不能有这种。结果在这种我们的要求之下，他就退了，就没有人接。我们没有找到，说实话，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格的代理人，就是愿意一直陪同我们走完全程承诺，并且愿意为我们做这个事儿的人，没有找到，一个都没有。实际上就是，感觉上中国是有法律的，中国是有法院的，是有这些律师的。但实际上，你们真正要操作的时候，如果你们想告一个国企、央企，或者说甚至说要告政府，就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子了。实际上，法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算你走了也没有用。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是吧？我们在后来的信访过程中遇到其他的跟我们类似的就是企业嘛，也偶尔也有遇到那种确实有担当的律师给他们走了这条路。嗯他说最后首先你在过程中举证你都很困难，因为很多嗯，证据的东西是在企业的，不在你个人，你拿不出来。这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那个就是法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比如说你要企业提供一个什么，就像我们在09年特退的时候，我们企业欠了我们3年养老保险没交，然后我们去找社保要求就是查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去申诉的时候，他说你首先要用社保出具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企业确实没交，但是到社保去要求他给我们打那个条子，证明我们这3年没交的时候，社保要求我们，你必须要有企业开的介绍信，你才能够到我们这儿做这个诉求。你说企业他自己干的事儿，他怎么可能让递把刀子给我们？所以就说很多实际上就是党政，这个公检法，对吧？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然后把这个老百姓在中间去踢皮球，增对加你啊，们去维权的难度，增加你们的这个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各种成本，最终导致就是你们走投无路嘛，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对不对？那个过程基本上就是你提前把我的整个维权过程给了一个总结。好，那我们现在说啊，法律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作为这个中国人，如果要给自己维权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上访、信访这条路，是不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刚开始新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在嗯05年那一次的那个劳动合同的签订，就是那种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就是嗯让我们替代原来的长期合同的那个过程中，虽然我们那次信访的规模不大，大概也就最多的时候几十个人，少的时候也就10个8个的。好，但是这个事情的话，确实是帮助了很多就是不愿意签这个合同的一些部分职工，因为后来有很多职工，他确实最后没签也扛住了。那就因为我们到政府那边备了案，表示我们企业职工，就你知道，政府它表面上很多程序的东西都是很健全的。就说嗯包括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件之后，他会追溯前面的，比如说他会追溯责任人或追溯什么的，明里暗里的两条线追溯，他会看有没有备案，就是职工有没有来信访，有没有来反映，你们政府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嗯处理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信访其实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至少帮助了那一部分，可能不多，
大概10%到20%吧，我没有准确估计，就是根据我身边的熟悉的同事的那个回馈，大概就至少还，而且因为这一部分人的存在和我们的上访，其他签了不公平合同的同事在之后，大部分人也没有因此受到那种合同内容的一个约束，就是大家的说直接点，大家的命还是保住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嗯。的新法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您的这番话解答了我长期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啊。我一直觉得中国这个信访制度没有用，就是好像就只是一个虚假的，给大家一个虚假的一个幻觉，就是至少我给你们一条路，对吧？老百姓你可以来上访，但实际上呢，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但是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是有大批量的人天天在这个上访的路上，对吧？在信访局门口排长队。我就很多人就很疑惑啊，就是既然没有用，那为什么中国人还要这么坚持的去上访呢？因为你再去，因为很多人最后都跑到北京去上访嘛，从地方跑到北京，就是古代的这种告御状的心理啊，觉得这个天子可以管这个事儿，对吧？青天大老爷可以管这个事儿，觉得坏的都是这些基层干部。但是呢，一方面来说呢，可能是有中国人比较天真的一面，觉得说，哎，我们去上访可能有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啊，就说是不是这个上访这个事情啊，还能起到一点作用？那您刚才那个个话就回答了我这个疑问，就有的时候偶尔还是有一点用，是吧？这个我就是在信访的那个我们在信访办的时候，因为在05年就是包括在2013年之前吧，就这个嗯时间节，或者说15年之前，就是这10年，05年到15年这个时间节点之间的话，我们因为长期信访成了一个老运动员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要排队，人很多，这个时候我们排队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其他新访的人接触。我是个嗯就是比较愿意交流的人，就会跟他们聊嗯你是为什么来的，你们多少人之类的。我嗯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那种个人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里边遭受到了不公平的东西，就是一个个例的那种嗯，申诉成功，或者是有一点作用的概率非常小，哦，就是很小。还是得是一个群体群体。事件，才有可对，能给你而解决啊。且你那个企业的人，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个80%的那个企业，就算你们全部去了，也用处也不是很大。就说概率的话，没有我们这种，我们是几180千人人的。还不行，得几千人，不一定说你要几千人都到现场，但是是吗？他会看你是哪个企业，你背后的人，那些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他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某种那个的，就说他知道你这个企业虽然可能只有你这个大企业只有几十百个人来上访，就是但是你后面的人是说白了，就很多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上访的这些访民啊，我到底解决不解决你的这个困难和你遇到的这个情况，他怎么权衡这个事儿呢？就在于背后的影响力，对吧？如果是几千人、几万人这个事情，那他会考虑说，如果我没有妥善的解决，那这些人如果闹事儿，就会闹得很大，对吧？那如果是就只是你们家的问题，你这两三个人的问题，他就不管了，因为你闹不起来嘛，你两三个人有什么样的能量呢？是的，所以说的话，后来，我们基本上都看不到那种个体，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的方式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在嗯10几年前都很少了，基本上都是那种单位的方式，就是一个企业的职工的一个群访。嗯就这种，就基本上就这种，因为个体的那种很少很少。其实实际上真正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话，群体的相对少一些，就说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个体的反而多一些。但是实际上来上访的人里边，个体的很少，群体的很多。所以说我就知道应该，而且偶尔我遇到过一个的，就是群体上访的时候，大家
都还是那种心态和整个状态，不是那种就是很扭曲啊、很愤怒，都还多少觉得有点争取的那种可希望能。是吧？觉得有希望，啊，就不是希望，就人多是还是力量大。多少还有一点空间，但是那种个人的，我看到过，整个人都已经，我看到过，曾经看到过一个访民，一个老太太，那种状态，我觉得整个人都不正常了，那个脸都是扭曲的，然后面黄肌瘦的那种，就是已经好像都要死掉的那种感觉了。我当时心里面的那种那难受劲儿，他给那我的那种您觉得难受劲儿。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上访呢？就这个老没有了，太太。我这是后来没有了，我也没有跟他详细问，基本上跟他说话，他已经不太，我告诉你，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交流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他说话的时候，不是，他就在那重复他他的，那他去，因为我没有上访过啊，我不太啊啊，了解这个群体啊，我想问一下，那这个老太嗯，太在这个信访局门口排队，那么终于轮到她的时候，她进去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材料递交到那个窗口，把这个事情我说一下，然后对方收这个材料记录一下就结束了，是吗？我跟你讲一下我们的那个啊，新访的那个程序。流程啊，对其实啊，其实区新访办也好，市新访办也好，他们都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单位，他们只嗯是一个中转站。就是嗯说，你把你的情况反映给他之后，他根据你涉及到的部门儿给你开一个条子。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次信访，他是去社会保障局，就社保，他会或者我们的后面的，比如说牵扯到公积金，就是去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他然后就给你开一个条子，然后你就拿着那个条子，你就可以去找相关的单位继续申诉你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给你一个回复，嗯。就这样的。但是根那据您觉不觉得这个设置本身就很冗余啊，就是没必要啊。你比如说，嗯，如果你你想找社保局，就比如说这个事情啊，是社保嗯局那边的问题，那我就直接去找社保局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还要不可先去以按程序的话，我知道，你就是它程序不可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它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就是它何必那多设置这么那我一个信访局的部门呢？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实际上啊根据我们后来的新法经验，发现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儿啊？这个啊，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说你的人够。他了解你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然后其实信访办它是一个可以评估的部门，他们非常有经验。就是说你只要一报，其实他们那边都有档案的，你只要上访过一次之后，他们那边就给你建档了。你第嗯二次去、第三次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很明确知道你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或者说你这个事情在什么程度，你的参与度在哪儿，他可以迅速评估。如果说他已经有一个结论的话，比如说觉得你这个事情，而且他也会跟上面汇报，如果上面觉得已经到这一步了，没办法了，就商量着给他们交流一下，看能给他们解决到什么度，能给他们到什么度，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大获全胜，但是你是部分成功，那么信访办会直接给你回复，不需要去那些部门。真正他给你开条子，叫你去其他部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在是在踢皮踢皮球了，球啊，已啊，经就是在他也不解决不了消了，就是在耗。消耗你们的能量，他不是吧？是解决不了，他是不打算给你解决，或者就是上面的拖嘛，指示拖，只是说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他就给啊，你踢皮球，然后我们到他说的那个单位去之后，拿着条子，那边就像您说的，继续踢皮球，说，哎，这个不归我们管，好，我们问他归谁管，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好，然后我们又跑回来找信访办，跟他说，您说的这个单位解决不了，您看我们应该再去哪个单位？然后他要么就继续让你去找那个单位，要么就跟你另外讲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就继续，就是大概在12、13年的时候吧，我们因为两件事，第一是住房公积金，第二是三峡移民款，这两个事情就几乎是一前一后同时发生的，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就去，结果部门儿的话。
去了很多地方。到1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最长的16到19年的那个3年多的维权，那一嗯次的话就是牵涉到很复杂。那一次的话，因为我们企业要关停，那一次的话，更多的部门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应该找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就简称经委。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在找这个部门之前的一个部门，我就不说那个什么部门了，因为嗯那个接待的人，就是我遇到的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好的官员，他就很含蓄的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具体为什么要找那个部门，他又能为你们解决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才恍然啊，大悟。就等于中国人在信访维权、上访维权的这个过程中，连能不能找对口的部门，都要依赖于这个过程中有那么一两个这个好的官员能够发善心告诉你们，你们才能够找得到这个门。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们，你们就像这个，就是说难听点，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的哎，乱撞，被人家踢皮球，乱撞，就在这样是的。消耗时间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制度设计出来，就是刁难老百姓用的，是吧？它您觉得？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我们这些人大家都已经总结出来，就第一步不理你，你去找他的时候就跟你胡说八道、天花乱坠的敷衍你。好，如果说你不服哈，你再去找他会怎么样？就是有一群就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你知道信访办的接待人员都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的话术，他就会对你用政策对你进行驳斥。就是各种驳斥、训斥，到最后的结论就是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它会让你认为国家政策是好的，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在执行，没有任何错处。你们现在的上访就是在找茬儿，就是在无理取闹，给政府增加负担和麻烦。就是那我们这些苦那大仇。为什么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执行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利益受损了呢？这是为什么呢？嗯，所以他们怎么说的话，解释这个怎么解释这个困惑呢？所以说他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说稍微有一些人就是不太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2种反应，一种人就嗯会很气愤，觉得就是那种就是有理说不出，明明知道被人欺负了，对吧？被人家冤枉了，嗯嗯，被人家但是就是污蔑了，说不他就很过人家。愤怒，他就会站起来拍桌子，就会骂。那这种你就中他的计了，哦那马上会有警察就等在门外，保安什么的把你拖出去，再严重点直接哦，就拘留了。因为那个信访接待室里边录音录像都是很齐全的。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从一个看到陌生人说话都打结巴的人，到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在就是大冷的天说得他们冒汗的那种牙尖嘴利的，在他们心目中的刁民。嗯就是我们没有好，这就是第二步，就是把你说的，就是张口结舌那种。好，如果到这一步你还不服，你还继续，你还能够，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就是您刚才说的踢皮球，就是说好嘛，你既然这样说，我们就给你找单位解决嘛，就这个单位那个单哦位，就是不断的耗你，耗到如果这一步你都还能够咬牙挺过去，这一步的话，我告诉你。整个过程有可能是几个月，有可能是1年。如果这个过程你还扛过来了，下一步就是威胁，就是了解你这个几个带头的人的那个背景，你家里有干什么掉这个软肋，带头的人。软肋，软肋，哎，就威胁。如果威胁你本人没用，就威胁你的家人，让你家人给你做工作，就威胁。好，如果威胁到这一步你还没用，其实这一步基本上很多人都90%的人都趴下了。就趴下了，不为自己也为家人。好，然后到这一步之后，你还继续坚持的话，你不服，比如说你威胁了我也不怕，你还继续的话，那就是收买。就说，哎呀，我知道你们这个事儿，你就别跟他们一起混呐、就你自己有什么困难，我们给你解决。有嗯，可能你得到的比你的诉求，就你的群体诉求更多，就就收买，反正分化嘛。收买，收买。
就收买，就把主要的那几个人收买，收买了下面的人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作为了。如果这一步可能还有极个别人在扛的话，比如像我这种就比较傻，他们认为叫傻逼，我还在继续扛的话，最后一步就是打压，就打压。怎么打压？就第一，比如说那个跑到我，因为我当时在厂里边儿做过那个销售，就是我们厂里的产品的销售。那个过程中，我们一起维权的3个人中间有2个，一个是那个她的老公做过，就是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会出很多岔子，就很多货款收不回来，或者嗯是产品收不回来，到最后就是你被销售认为你不符合这个工作，你的量达不到就会清退，但是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他就会算在你头上，就说是你是给企业造成了损失，就是要追究的，哦，要赔，甚至认为你贪污。但是我因为很负责任，所以说我所有的货款全部收回来。我在离职的，就是离开这个部门，不是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就是黑污点。然后我嗯整个人的为人，因为性格比较内向，也没在社会上混过，就没有什么污点可以让他抓。加上我的家人没在这个企业，他嗯，就没有用这些方法来搞我，就只能是派人到我家没威胁，或者后来就是在全场职工里边就散布我是个精神病，就哦，用他们的那些人，就后来全场的职工稍微有点恶劣的那种人，看见我就喊我的外号神经病，我就已经被精神病了，因为有没有我的思收买您？有没有收买您？曾经那个就厂办主任找我谈过话，嗯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属于下岗职工，厂里内部下岗，他说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讲，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好，我说可以啊，我当时很傻，他叫我说可以啊，我说谢谢你们。好，然后嗯，他说既然你懂得起，那以后我就问你，如果以后再有这些事儿的时候，你站哪边儿？我就傻不愣叽的告诉他们，我说我是工人，我当然站工人这边儿啊。他就觉得我傻到那种，就是那其实其实啊，您等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涉及到你们这个企业可能几万名职工这个规模，对吧？那你几们肯千几定去几千，千人啊，几千人，就是肯定还嗯嗯嗯，是需要有人去代表他们，因为不可能几千人一块儿去信访局门口排队嘛，对吧？那您就是被选为了他们的一个带头人，是不是？一个代表他们的人，不是选，不是选是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企业的职工，说实话，大部分是很懦弱的，也有一些小算盘，就不太愿意嗯，出头。我哦，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不是说大家选我。如果大明白。家还能够选，还能够找人，还能够有人选的话，那个维权是很容易成功，就是哎，这也是群体我们今天想说的，其实就是说这个访民的心态啊，就是其实啊，中国人的这些，我们不只是要说这些，访民的不容易的地方，我们也要聊一聊他们的一些缺点，对吧？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自己的权益受损了，几千人的想要一块儿去维权上访，但是谁都不愿意出头，是吧？是的。谁都怕自己倒霉。是的，就是说你谁愿意主动站出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头。就说嗯你只要然后的话，当时我那个时候很多人刚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认识我，因为我性格很内向，不怎么爱说话，3点一线上班，去宿舍食堂那种，所以说很多人不认识我。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时候，大家才慢慢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开嗯，始我告诉你，我很怕。我第一次维权的时候，我去写大字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会写那个毛笔字，我们开始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我们说写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让大家看嘛。哦，我去写用毛笔，大家都不会写，我说我写，我手都在发抖。我写完之后，我都心跳，我怕的要死，写的没做过什么内容？这种事儿。就是跟大家说不要去签这个合同，这是霸王条款，签了之哦哦后会丢工作，会丢饭碗。就这个内容，所以说我手都发抖，很怕。后来反而他们拿那个铁锤来锤我的门之后，我反而觉得豁出去了。哎，就都这个样子了，你都到这一步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你除非把我弄死呗，弄不死我就继续做呗。那么您当这个带头人，代表他们去维权啊，上访，您站在这个第一线，这个事情做了多少年？从05年到2019年吧，一直14年啊！中间大小事件不断，我的天就大小事，而且我这个期间我一直在上班儿，所以说压力很大的。然后同时的话，不止我一个人，当时还有另外2个女生，就是我们3个人吧，就之前也不认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慢慢大家就因为我们3个都站在明处了嘛，我们就走到了一块儿。嗯，后来的话，就说他们2个，就说基本上就是被招安的那种，就被招安了，哦，就他们就像个演员，就按老板的剧本在演，就哦，带就变成卧底了，变成间谍了，是吧？嗯，他卧底都还好，卧底只是悄悄传消息，他就嗯，像个代理人，他会分哦，流。本来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说因为是企业侵权，你去找企业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你只能嗯，找政府，通过政府给企业施压。但是他们就说，哦，最后解决还是要靠企业解决嘛，你找政府，政府最后还是要去找我们企业。我跟他们说，我说通过政府找企业和我们自己找企业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没办法，就是他们被分化之后，他们就把人带到，就每次去信访，我们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人都带到企业了，就说信访的人次，就是只有少部分比较信任我、比较了解整个过程的人会跟我去信访办，他们就直接就带着哦，那些人，包括在最冷的时候和最热的时候，带着一些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上班多，就是没有时间，带着老年人在盛夏的时候跑，就是跑那些部门，越热的时候越带着大家去跑。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啊，我说万一老人中暑什么的，你们也是有责任的。好，然后他们就骂，带着那些老年人来骂我。我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是被内部的自己人攻击，包括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 QQ 群，就是几百人在里边骂我，骂的就是那种对女性的一种人身攻击，很恶毒的那种。就这十几年，我就从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透明、人畜无害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最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一个喜欢去骂别人。其实我没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对他们动过粗口，但是从他们的描述中，就是捏造的，就是我会去背后去污蔑他们、贬低他们。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就已经对，分化掉了，我对对，们内部已多经分寒化。心啊！您这个这么辛苦的代表他们冲在最前面，然后反过来被自己人这么去辱骂，我你什么心情啊？当时，我那个就是刚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群体意识，我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心态，我就觉得我自己被侵权了，我要活在这个企业，对吧？当时我们改制的时候已经我30出头了，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把合同给我弄掉了，我一个女的，我房子也收回去了，我一个到社会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我一个人我又没有什么专长，我出去我活得很艰难，甚至会饿死的那种。我就是为了自己，我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没有为别人的想法，我就是为了自己。然后嗯我也没有指望说，我就忍在那儿让他们去。我觉得我自己的事儿，我要自己去解决。然后其嗯他人如果愿意去更好，人多力量大，就是这个心态。到后来被威胁之后，我的内心的那种就是重庆人的那种彪悍的血性就出来，就说：“哎，你要这样，老子就非要跟你对抗，我就不怕你，你能怎么地？”我就冲动、赌气，就那个状态，然后就继续做这个事儿，就死扛的那种。到后来就我慢慢意识到，人多才有用。嗯还有我这个人心软，因为都是些大家都一起经过那个困难岁月的人，我知道我们那些同事有多苦。有些比如说得了职业病，企业都不管他，就自己在那儿扛卖房子，然后家破人亡的那种。我每次都哭，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把这些事情给他们争取回来？
我们那他们为什么因为不去呢？都已经被逼到绝路了，都家破人亡了，卖房子了，都快病死了，为什么都不敢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去斗争一下呢？抗争一下呢？其实真到这一步的同事，大部分的话，他们有些会主动来找我，然后我会去问他，我说你需不需要我们一起去给你申诉一下，争取厂里给点抚恤金什么的，他还是愿意的，就说还是要去的。就真到了那一步的人，都是愿意的。只是没有人嗯哼，去帮他们组织，因为就像刚刚我就说的，他自己去，他去过的，人家就一顿骂，一顿训斥，最后他觉得好像反而他成了刁民，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苦主，最后在政府的那个接待人员的那个训斥之下，最后他成了一个刁民，无理取闹，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也知道如果他拍桌子骂，如果是哭哭闹闹，他也会被撵出去，他就这样了，所以说就跟我们就抱团吧。就一起吧，我说一起，我们就说有可能我是为这个事儿，你是为那个事儿，但是我们一起去，你们认同嗯的话，就由我给你们代言，我们一起去。其实政府的话，他每次要求的信访不能超过5个人，超过5个人被称为群访，不接待。对，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你人多了，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以在外面等，你可以让我们出5个人，对吧？去你的接待室谈，但是其他人在外面等，就有等待大厅嘛。我们实在人太多的话，我们可以在外面站着，对吧？其实，所以说，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就是很苦大仇深的那种，他都是愿意的，他是愿意去上访的，不是不愿意，只是他一个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个嗯把人去的话，没人理你的，还会被训斥，没用，真的就只有那种群体。因为政府他会评估，如果因为一个群体事件，它有可能会造成的社会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绩，因为现在的政府它是维稳，维稳比他的那个经济更重要，考核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就尽量把所有的人拢起来，就是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去，就那最这终有效果吗？有一定的，就是在10年前吧，但是有的，就是说至少我们在那个去，就是我们本来的出发点就是住房公积金和三峡移民这个事儿，嗯但是去的同事里边有一些，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个数学中，如果他们答应帮我们解决的时候，你不要这个一点钱，你就说你，比如说你老公得职业病死了，对吧？然后你的孩子没有工作。那就让企业给他签长期合同，把他招进企业来，随便安排什么工作，不要去第一线太苦的地方，对吧？然后就解决你的问题了。或者就说，比如说她老公在厂里边，他是没有什么职业的，厂里边把你招进去上班，我说你提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帮你。这个是做到的，最后是做到的，就说他确嗯实是，就说有局部的，就是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几千人的企业在那儿做支撑，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社会上的几个闲散人员组织到一块儿去做这种诉求，那种就是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嗯，也就是说你们这个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嗯，所以说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就现在被原子化了。如果说大家就像江油的那种，大家能够一起去做一件事儿，其实政府他是会妥协的，他不是不会妥协，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比如说这个人出事儿的时候，但江油这个事情，你觉得妥协了吗？江油这个事情不是完全政府就给打压下去了吗？那个，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在那个10年前，在那个年代，如果说我们那个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诉求，而且这个就是牵涉到的，就是对方的不是说要求的很高，对方能够在局部让利和局部妥协的情况之下，是有概率成功的。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就说我们从那个，呃，在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江泽民在主政吧，中国在入世贸的时候，就是说政府他想，我的个人看法啊，政府他是想展现出就是一个开放的人文化的一个中国，他就嗯会在做一些功夫，表面上的功夫也好，一些稍微有些实际的让步也好。
就是我们还有那么一个喘息的空间和一个申诉的空间。但嗯，是那个时候，就说白了，江泽民他也就是一个 CEO 嘛，对吧？他就是一个 CEO 嘛，或者是一个而且那个时候中国需要给世界展现出这么一个所以您我的一的个观察态度。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您的整个维权是到2019年是吧？嗯2019年之后您就没有再做这些事情了。那么您做了14年的这个上访的这些工作啊，那就是据您观察，因为12年、13年，那就是中国政府换届了嘛，对吧？对啊。是一个节点，您认为？因为在那等于差不多，您这个12、13年对于您这14年正好是中间，对吧？前面有7年，后面有7年，差不多。嗯。您就觉得前边这7年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江湖那个时代，啊。还好一点是吧？就是上访偶尔还是有这个成功的可能，不会像现在这嗯。么过分。那么后边这7年进入到这个习近平这时代，您觉得就有点儿就更不像样了？那个那个大概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作为一个访民看到的一个对比，就是嗯在那个之前，我们去信访，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先去信访办，如果我们觉得去信访办力度不够，解决不了，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市信访办。然后嗯当时市信访办的接待的人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什么局长、处长，都是专业人员，他们的态度也比较好。就算他们嗯知道我们走到那一步已经可能解决不了，但是他会跟我们解释一些东西，让我们心里面有数。好，然嗯后还会给你继续的把你那个就是写条子到什么单位，然后到了那个就是15年的时候15、16年的时候，就是13年之后的那个节点，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市信访办了。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政策变了，就是你不能越级上访，就说你去区信哦，访办，你是哪个区的，你就去自己哪个区的区信访办。如果去那个信访办，如果说解决不了，但是必须要有区信访办给你出一个条子，就证明你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或者牵涉到更大一级的。那个，我给你出一个条子，你才有资格去市信访办。否则的话，市信访办不接待，其他的任何政府部门也不接待。也就是说，我记得在就是你说的第一个7年的时间节点，就是不管是区信访办、市信访办，都是那种很热闹的，很多人排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市信访办，有时候要等1个多小时。这种情况，区信嗯访办也是有好几波人的。好，但是到后来就是我的最后一次长达3年多的维权，那次的话，我曾经就是说尽管他说市信访办不接待，我们也曾经抱着万一的希望去市信访办。不接待的时候，我们从外面看里边那个大厅，就是等待大厅，已经嗯，门可罗雀，就是没有人了。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去信访办，他是不不让可能去了吗？那就没啊，有人了吗？不会给你开条子，就是说把你堵啊，在这一块儿。所以说，我认为的话，您说的那个北京的，我们看到的最近很火的一个视频，北京的那嗯个国家信访局那个门口那些人，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们都是在，就是说不是合法的，就是在下面的人给他条子或者给他那种，就是自己悄悄的跑去的，就是每一步都走了，已经走不通了，没有办法了，就是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就是奔着就是那种我们去的。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北京市信访局的这个门口啊排长队，然后这个警察呢在用一个这种也算是某种武器吧啊，再去暴力的驱赶这些人。按您刚才给我们讲解的，就是现在中国的信访制度已经变成了你在当地啊，比如重庆啊哪个区，你不能跨过这个你所在的区到重庆是的，市信访，这是不可以的，对吧？那就他不啊。更别提说我直接跨过重庆市，我跑到北京市去告御状，更不可以，是吧？那是绝对是从中国的现行法律中的不允许，都严格来说，所以他们都那些可以算是非法。所谓解访的人，他们拿的就是这嗯。一条法律依据，
去解访，对吧？你他们到北京去上访，我就中间把你截下来，把你没有法律依带回去据。据我所知的那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都是啊，悄悄的，绑，直接是绑。绑架啊。因为绑是在中国的法律上来说，你是不能绑架的，对吧？那好，我们那好，你真正的躲开这些人啊，到了北京了。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些人啊，已跨过层层的这个阻碍，到了北京之后，在这个信访局门口排队，被警察驱赶是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一看。好的。你看看多少人在排队啊！你看这个乱起来了。最后这个画面，大家看啊，他说：“你看啊，他说你拿来。”最后画面最后我给大家再看一遍，最后是干嘛呢？先给大家看这儿啊，我们简单看，你看啊，仔细看这个警察，看到没有？他有这个手里有一个这个杆子，你看啊，你看用这个杆子再去，你看戳人啊，捅人，暴力的驱赶这些信访的人。然后我们拉到最后啊，大家可能最后没看明白，你看啊，这块是干嘛呢？是拍这个录像，有人录像的，拍这个视频的人被警察发现了。你看，警察就过来抢他的手机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中国一个法治社会发生的情况。你看，你看，他说拿来啊，这个警察跟他说，让他把手机交上来，就这么去抢这个手机啊。这个啊，这个您怎么看这个情况？我记得我们在重庆上访的时候，整个这十几年只遇到过一次，就是在那个曲阜。当然我客观的说一句，我们这边的人也有一点小过错，就是跑到人家食堂去抢饭吃。就抢饭吃，说我们在那上访呢，你都不给我们饭吃，就去抢饭吃。然后政府那边可能也很气愤嘛，就派了一些社会人员，或者说是他们的人穿便衣而且他们很聪明，只是打了一个老太太，而且打之前可能应该他们是了解，就是一个最没有背景的老太太，就把她打了。打了之后，但这个事情最后就是区政那府也现场有相关。打人，这些其他的访民都不帮这个老太太吗？就只有啊，要打的但是不是自己，就不，我们去的人还是很团结的。啊，就打了之后的话，还是最后还是有自媒体的人帮我们把这个事情但是那种影响太小了，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扩散开。政因府可以把为这个信息封杀掉嘛，对吧？你就扩散不开嘛。而且那个时候是1918，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然后的话但是最后的话，那个还是区政府有相关人员出来背了这个责，就是受了处理的，不是那种就算了。就那个时候还好，就没有到说打了就白打或者怎么样那种，有人出来背责处分或者是怎么样，有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现在的话，刚刚看到那个，我其实有一点触动，就是当年，跟我们当年的那个信访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政府部门还是比较文明的，就算要打就还不要干嘛，会像都不会刚才这个视在频中的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这种不多，就是搞到这种的。还藏着掖着，注意一点这个政府的形象是吧？不会像刚才视频中这样。刚才这个关键，这还不是发生在地方啊，这是北京啊。对呀，所以说就说随着我想可能随着权力的一种集中，他之前是那种就是像比如说你前面有一个 CEO，后面有一群人，比如有那么几个大佬的时候，他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就是监督和制约。当然跟民主国家的那种政党之间的监督和制约有云泥之别，但多少我们老百姓在那个缝隙之间还有那么一点点生存的机会。还有那嗯，么一点点小小的诉求，所以说这就是当年我们信访能够有一定结果的原因。但是现在的话，他已经是一个人的天下了，一个人说了算，一条舌头，所以说就没有一点那种。
概率，就是一点点的那个大家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和平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那这样啊，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进入最后的一个环节啊，我想问问您，作为一个战斗在一线的，曾经14年参与这个上访维权的老访民，您对于现在在中国还在相信信访这个制度，还在去每天做这个上访这些事情的人，中国人，您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有什么建议吗？如果说是一个群体的，群体的能够不通过上访就不要通过上访，就是说大家能够群体一起去和资方进行对抗的话，呃，嗯，尽量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如果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再走信访这条路，因为信您访这条的意思就路实在是冤有头没有用。债有主，比如我们这一群人，就谁欺负了我们，我们到底要向谁维权，我们就直接去找他，不用在中不，间整这个中间商信访局了，是吧？不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你只有少部分人的话，你找他也是没用的。就说你如果比如说你整个企业全部嗯，就是80%的人能动员起来的情况之下，我告诉你，你只要公开的行动维权，政府会主动介入的，不需要你去信访，他会主动介入。那那现在的当然，介入方法不是不解决问题吗？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其实说实话，如果说你的意志够坚决，如果说你的呃，那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要看性质了。如果说这是一个政府的大决策，比如说我要这条街我要全部开发，我的开发商底气足够，那么你怎么闹都没用了。怎嗯，么了？除非你用很极端的方式，其实我不赞成，因为那种你可能付出生命，对吧？我不对，赞成。就比如说这条街是习近平要开，那你怎么闹都没用了，对吧？啊，就对你自焚什么的，我觉得不赞成，因为老百姓的命也是命啊，我不是是是，赞成的。但是的话，就说如果说你是一个群体的，你可以对抗，或者是去上访也是可以的。但是个人的事件，我可以说你上访基本上就是消耗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任何用处了。基本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访谈，就是那些老访民，基本上没有解决问题的，没有，除非就是那买彩票的那种概率。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没有办法呀，就没有人都是这个别的路，对吧？没样子，有没有就像一别的路。个人得了绝症，我看到过，就算得了绝症，他走了正规途径，对吧？比如说我去医院，医院最后说没办法了，他会怎么样？哪怕人家跟我说一个偏方，或者是我去庙里拜菩萨，嗯嗯嗯，我他他就是所有的就是任何途径，他要全部试完，就是有这会种比较有会垂死执挣念的人。扎的。他有执念的人，就说我最后一步我也要走，也要走，就是说走完就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当时的心态也是这个样子，就说我要哪怕我还有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也得去争取呀，对吧？因为这个事情我迈不过这个坎儿，比如说我这个家都没了，我人都死掉了，我家里人我不可能我就这么忍下去吧？但是如果我又不能去杀人，我又不能去放火的情况之下，那我能干嘛？我就只能去继续上访啊，那我怎么办？那您觉得这些持续还在上访的这些访民啊，他心里真的相信政府，或者相信有青天大老爷能为他主持公道吗？他真的相信吗？我把我和我遇到的其他访民的那个情况大概说一下。嗯我开始去走这一步的时候，我是相信的，我是觉得，我们厂里的老板坏，对吧？政府会帮我们做主。但是后来的话，慢慢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这个体系，这个国家机器，它就是在维护那一少部分人的利益。我嗯，们是牛马，对吧？我们是为他们输血、做牛做马的人，他怎么会帮我们？不相信。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做？我给你一种态度，就是这也是我的一种反抗，我一种合法的反抗。我就是给你告诉你，你要欺负我不行，我要让你付代价。我要争这个理，争不了我也得恶心你。我天天来上访，我让你付出人力、物力、资本，啊，有人是这么想的，是吧？我是在反抗。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的有些人，他是觉得。
哦，就是比如说开始是我老板坏，后来是我们这个区政府坏，后来是我们这个市政府坏，但是我天子脚下，我总能有个公道吧？皇上是好的吧？下面的人把政策搞坏了，那我去找皇上，总能给我解决问题吧？他们有些人，我们当时也曾经想过要去北那京，有没有人啊？您讲完这个部分啊，有考虑要去要北京啊？有人提出，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捐款，就是要路费嘛，要吃住嘛。嗯嗯这嗯，结果后来很快就打电话过来，就威胁说要敢去北京的话，马上开除，就都没得商量的，就是去北京就是他们的底线，你不能去。其实那所以说能等于够啊，他们也您说。怕这个事儿被闹到北京嘛，闹到被中央知道，他们也怕。那你们既然他们都害怕这一层，你们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走出这一步呢？其实他们不是怕我们到北京会给我们伸冤，而是因为我们去这个事情，就像您刚才放的那个视频，他放出嗯来的话，肯定对政府的形象是不好的。你人去的越多，说白了，他用杆杆去戳那些人，也是因为人太多，他怕那个就是嗯搞成一个，比如说大家一起呐喊啊、哭啊、闹啊、唱歌啊，他搞出嗯，事儿来，他就用这种方法吓你们，让你们老实点儿、乖一点儿、乖乖的，不做声，老实排队，是，我就说并不是你们的地方政府害怕你们去北他们京，只是对吧？去北京给他们造成麻烦，就是上面的对呀，人说：“哎呀，你们太过分了，把人弄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搞是是，得这么大。”我知道，就是上面最后不会解决，但其实是最后的那你们结果是为什么不去呢？仍然，因为我们明白，最后其实结果仍然解决不了。就是说，哦，你去了之后，就是除了给去了之后，重庆市政府添乱，你们会更倒霉，你我们们会更惨。除了给重庆市政府添乱，让他们很气愤，就是觉得上头会觉得，哎，你把这些麻烦弄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麻烦，不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而是解决这个麻烦，就是怎么把他们弄回去这个事儿，他们会觉得很麻烦。就是说，你地方政府就是你把事儿捅到我这儿来，我其实也是不会解决的，因为本来你们地方政府做这些事儿，造成这些冤案，都是在执行我中央的命令，对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些现象，我心里是清楚的，门儿清的。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去了，除了恶心我们地方政府和恶心中国政府之外，其实是没有其他作也没用的。有用，是吧？也没有用。那我想问您啊，就您了解到的，您接触过的一些访民之中啊，有没有人就是突然啊，到有一个点上嗯，觉醒了，终于明白了，就是怎么样都没有用啊！我找区政府、是的，市政府、中央政府到北京都没有用。有没有这是的，样的人，就是最终就是看透了这一层了？有吗？嗯，应该有这样的人，对吧？你说的是看明白了。仅仅是看透了有行动，或者是有觉悟，或者是有过激行为，你指的是哪一不，些？就是什么情况都有啊。我想听啊您讲讲，比如啊，说他看透了之后，可能有的人是不是就彻底绝望了？我不再做任何的行动了，就躺平了，等死吧。那也有的人这就是不甘心，那既然这条路不通，我就找一条别的路，就什么情况都有，是吧？大多数人的话，最后就是您说的那种躺平。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我们这个群体，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心里边有这个火，但是他也知道不可作为，但是他心里边是有一个小火苗的，就嗯说一旦遇到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会出来的，但是他不会主动跳出来，他知道这个危险。就说这一部分嗯人就是我们以后的一个指望，就是这些已经觉悟，但是还在左看右看的那种，心里边已经有个小火苗的那种。好，还有就哦是极少数，就是拿我来举例子，我是彻底知道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不发生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彻底的一个改变的话，我们是永远会继续这个恶性循环，是没有办法的。就只有这个整个制度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是说有选票，嗯有选票，选票说了算，
就说那个民主制度不是很彻底，就是他至少他们的公权力是我们给的，对吧？对呀，他我们每个人挤出来的，给你的这个公权力，让你去当这个公务员啊，你得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你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对吧？是通过选票的方式由人民给的，那你才能够为我们服务。你的权利是上级领导给的，你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呢？对吧？对呀，你说到点儿上了，就这个，就说你权利来自于哪里，他就为哪里服务，就这样。所以说的话，除非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种，但是比如说国内的朋友，他们心里明白，但是不怎么敢讲，因为也有我遇到过一些，就不是我们企业的，他有微信公众号什么的，呼吁什么的，后来这嗯些人后来他们整个公号都没有了，包括我微嗯，信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了。我也不知哦道他们仅仅是被封号，还是整个人都被失踪了，我也没有办法了解到了，，OK。我也没有办法。那我想问您啊，您就是已经看明白这个事儿了，对吧？看明白想嗯要嗯这个信访制度是没用的，想要解决掉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得整个这个国家制度去改变，对吧？嗯。您看明白这一层之后，您有没有去给这些您的这些访民的战友啊、朋友们，去给他们讲这些道理呢？那有没有人就是听了之后反而对你很生气，不认同你，有这种情况吗？嗯，大概这些人里边极个别，极个哦别，大部分人他们其实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说，我就想借您这个哦，平台，嗯给国内的那些就是访民也好，普通人也好，就是一个劝告吧，就嗯说很多事情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暂时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这个制度就决定了所有人是没有保障。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最后都是你会面临的事情。所以说，一旦遇到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一旦遇到人家被侵权了、被损害了的时候，哪怕你不能跟他站在一块儿发声，至少你要做一个围观者。什么叫围观者？就是说我要表态，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是给他嗯热度。就是让嗯更多人知道，就是个人维权，你唯一成功的概率就是很多人知道之后，政府他会出来跟你有一个相对的解决。就这种，就以前好，然后的话，就到现在这一步，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之前的2022年初的铁链女事件和最近的于朦胧事件。都是，就是说那种热度已经达到100亿，于朦胧事件好像说是接近400亿吧，目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已经得不到解决了。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围观者，那啊，最后就是说，如果以后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安危抛在后面，勇敢的站出来向这个制度挑战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仅仅做一个围观者、旁观者，我们要跟在他的后面，跟他一起去。他已经在前面帮我们挡子弹了，我们要在后面跟他一起去，把这个制度彻底的否定掉。彻底的否定掉，就是说用选票说话，要我们每个人每一票能起作用的时候，要从专制到民主政治的这个过程，光靠少数人，就是像你我们在那儿吼，其实除了让大家明白道理以外，没有任何用处的。最终是嗯哼，靠大家更多的人明白过来之后，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才有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儿聊天的一个意义，用处吧。啊，一个意义。有10个人能听到，或者有100个、1000个人能听到啊，然后呢，他们再去告诉更多的人啊，对呀，会的，我相信会的，对吧？因为我们在持续的做这些事情啊，而且也不止我们2个嘛，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其实有很多途径可以去获得成长，要么就是通过比如说听这样的您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对吧？包括我平时做的这些节目啊，那他如果能听懂这些道理，他就成长了。有的人呢，就是听这些道理没有用，他只能自己
去撞这个南墙，自己被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砸到，他才能够成长。也有这样的人，都无所谓啊，最终都能明白，就是在中国，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你要维权的时候，你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可选择的。法律途径走不通啊，各种途径都走不通。最后呢，好像政府给你留了一扇门啊，这个信访制度，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通过今天嘉宾的讲述也明白，其实是一个虚假的。那当然了，这个虚假我们不是说不能完全否定它，对吧？就像嘉宾说的，10年前的时候，如果你涉及到这个利益方的这个群体足够大，那么也许会有解决的可能，对吧？当然了，近些年进入到现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之后，那么这个就其实还是有更多的变化了，就是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我觉得今天嘉宾的意思应该就是说给现在这些访民听，就是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事情了。好，我们积攒力量，看明白这个事情，当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大家要勇敢的站出来。我们最终的解决办法，你只能是把这个政府推翻掉，把这个制度彻底的去改变。我不知道嗯，我总结的对不对啊？您可以再说一说。好，我再补稍等充。一下啊，您补充之前，您说。我先跟这儿有一位这个英文的观众啊，我想跟他说啊，嗯嗯嗯。please wait. Sorry, we don't have the English subtitle. So after the podcast, I will add the English subtitle later. OK，好，您来讲，您来做这个最后的这个总结。就是对于那一部分觉得换一个老大可能会好一点的那些人说，我们在信访的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过那种很有正义感，甚至比我们更有良心、更有担当的人，那种官员帮过我们。但是嗯最后我们的维权仍然失败，为什么？不是中共的那些官员，大部分都有多坏，而是在这个制度之下，他们只能做坏人，只能做到那一步，他们才能生存。这制嗯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所以说，不要对这个制度抱有任何幻想，换一个人上来，没有太大的区别。嗯，总只有结的把这个，非常好。把这个制度彻底推翻，我们才有一条活路，我们才不用每天去信访，每天哭哭啼啼的，把自己搞得那么惨。用制度来保障，比用我们个人的那种拼命的方式来保障更好。我觉得您已经讲得非常的好了啊，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就做到这里吧。我觉嗯，得好，谢谢我你。们就您也多保重啊，然后我们就一嗯嗯起期待啊，一起努力，我们都盼望天亮的那一天。嗯，好的好的，你也多珍重。好啊，嗯，感谢嘉宾再见。啊，嘉林女士，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拜拜。